如果你觉得压力很大，那不如看看夏吕的父母。女儿师从 DEI， 儿子喜欢零食 DIY， 全家没一个人延续香火。这个季度的新番婚姻剧毒就是这样的一部动画。主角夏吕光是一个用毒专业户，但就像是写作阿萨辛读作巴萨卡一样，他的下毒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用强大的体术打服对方后，把毒塞到对方嘴里完成毒杀。手里的毒药更是撒上去就能达成激光切割的效果。不是 bro， 我们一般管这个叫化学，而不是下毒。这个强大无比的用毒，那自然是来自超级刻板的大家族那惨无人道的训练。从男主那个超能力来看，他们是成功的，但就像开头说的，他们家要绝后了。男主有个妹妹，但是妹妹的取向有些自由。而至于男主嘛，因为高强度训练，本质是个严肃的木头人。男主除了接单当口手，在家就是玩他那个 DIY 小零食，就是那种给你一包粉，你自己加水，然后搅拌，最后变成能粘在搅拌棍上的糊糊的那种零食。这么复古的零食，我上一次看到还是在我心微里。你是这兄妹俩的父母，你不会感到绝望吗？如果你不会，那你再代入一下，他们是一个传统的大家族设定呢。本来就是为了有容错，选择练了2个号，结果2号全废了。哦，原来我爸妈看我天天看这个鬼动漫是这样的感觉啊！就这俩家长实在没招的时候，奶奶给这兄妹下了最后通牒：如果哥哥不结婚，就把妹妹抓回去强制联姻。只能说这真的很封建了。这俩兄妹倒是挺讲义气，互相都愿意为了对方牺牲自己。妹妹愿意为了哥哥回老家联姻，哥哥愿意为了妹妹接单救人质来约会。要不你俩是兄妹呢？不是兄妹都不会有这个坎儿。鉴于这种现实中不太会存在的兄妹关系，我建议你俩多看看正常的兄妹关系。お兄ちゃん、ジュースちょうだい。やだよ、自分で買え。不是这个啊，算了，你俩在2次元已经算正常的了。其实到这里，按理说这家父母应该是可以放心了，毕竟他们的目的已经达成了，只是为了延续香火来说，怎么生都无所谓。但还记得前面说的救人质来约会吗？这中间的真相如果让他们家长知道了，血压估计挺高的。男主一开始救的人质是这位陈启雅，虽然他外貌是女的，声音是女的，定位也是女主，但他说他是男的，设定是婚姻诈骗大师。你别说，你还真别说，这种诈骗确实成本低利润高。温馨提示，这可不是2次元中才有的设定哦，现实中的大伙要提高警惕哦。男主知道是男人后也宕机了一下，但不重要，本来救他也不是为了约会的，而是找来当相亲顾问的。然后这个故事就进入了恐怖的相亲循环之中。咱就是说，你出来相亲带个哥们儿也无所谓，最多就是显得怂了点，但你带的哥们儿如果打扮成这样，是不是给对方上的压力有点狠了呢？大环境不给力也就算了，偏偏男主自己也不争气，木头人真的就是木头人，和凯奇我一样沉默寡言，自闭内敛，和女孩对视都会脸红宕机。而在经历了多次失败后，女主也绷不住了，直接兵出险招，用暗网来找对象。理论是这样的，既然面对正常人无法成功，那只要找不正常的人就可以了。于是他们开始了对这位人质的拯救。我直接单走一个溜，但是有一说一，这位我是真心喜欢。我想如果男主的父母和我一起看这个动画的话，估计看不了多久血压就爆了。隔着一个次元都能成功下毒吗？哈基光你这家伙不愧是用毒人的传承人啊！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好像是第一次做新番的单独吐槽，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，点个赞吧，数据好的话我会出下一期的。我是凯奇，我想和你聊聊动画。